最近几天，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愈演愈烈，双方在加沙地区军力部署也变得越来越庞大，特别是以色列方面，更是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接下来呢，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近几日加沙地区的变化。目前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就在本月13号，以军已经向加沙地带派出了首批的精锐部队。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说法，当天以军就对加沙进行了小范围的突袭，目的是清除该地区哈马斯成员。据以色列发表的声明，这次行动以军摧毁了该地区哈马斯的众多基础设施，其中还包括了一个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反坦克导弹的哈马斯小组。从这里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哈马斯与以军的地面部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外呢，在本月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称，目前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军人，随时准备对加沙的哈马斯成员进行更广泛的军事行动，以此扩大以军的优势，其中包括海陆空联合协调攻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5号有记者在加沙地带边界发现，以军除了集结了大批梅卡瓦主战坦克外，还动用了大型装甲推土机实施地面行动，借此清除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所有障碍物或者引爆埋设的爆炸物，比如地雷。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以军的准备，有照片显示，以色列一批梅卡瓦主战坦克的炮塔顶部也出现了格栅装甲，应该是为了应对未来在加沙地区可能遇到的威胁，比如各种来自顶部的袭击，尤其是武装无人机。而以军之所以这么做呢，应该也是借鉴了俄乌战争的经验。此前呢，俄军就曾在自家坦克炮塔上安装了这种格栅装甲，从那时起呢，陆续出现的许多顶盖龙设计，包括近期出现的配备反应装甲的格栅装甲。虽然说这种炮塔顶部安装的格栅装甲的做法究竟能提供多少防护效果，以及能防御哪些类型的威胁，至今呢仍然存在争论。但是俄乌双方军队广泛使用的这种设计也表明了它确实有着一定的防御效果，尤其是面对那些低端无人机，包括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悬停在坦克上方投掷爆炸物的商用无人机等等。除此之外呢，为了帮助地面部队，以色列空军司令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以空军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消除陆地和空中的威胁，为地面部队进入加沙扫清障碍。看来双方下一波正面交锋即将爆发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军除了要面对哈马斯的威胁，还要提防着黎巴嫩的进攻。目前呢，根据最新消息显示，就在以军准备对加沙进行大规模地面进攻时，以色列北部的局势也是日趋紧张。在10月16号，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由于担心遭到从黎巴嫩境内发射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已经对外宣布，计划疏散居住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地区的居民。期间呢，以色列国防军首席发言人丹尼尔·赫格里还宣称，以军已经增加了在北部边境地区的兵力，为了应对2条或者多条战线做准备。只不过与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相比，黎巴嫩显然更加危险，后者不论是武器性能还是兵力规模，都远非前者所能比的。以上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毕竟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恩怨甚至能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进入新世纪后呢，在2006年，黎巴嫩甚至和以色列爆发了长达1个月的激烈冲突。在那之后呢，双方依旧时不时爆发小规模冲突。而根据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在2022年的描述，黎巴嫩武装似乎已经成为了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非国家军事体。此前呢，该组织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甚至夸口说，立下有超过10万名士兵。虽然西方情报机构认为这一数字呢必然有着水分，但真实人数呢却必然远超过只有约1到2万人的哈马斯。此外呢，根据美国的最新报告称，不同于哈马斯武装，黎巴嫩一直是有着伊朗的支持，每年会向其提供约7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且附送大量先进武器和相关培训。立下的人员也都经过严格培训，大部分成员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再者来说，这次哈马斯之所以能成功突袭以色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当时以军的正规军主力大多数都部署在以色列北部，用于应对黎巴嫩的威胁。此外呢，近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以军之所以动员约17万正规军和36万预备役部队，除了用于对付哈马斯，显然还是考虑到了应对黎巴嫩。但此举可能并不容易。首先呢，除了训练有素之外，黎巴嫩拥有庞大的武器库，
包括自杀式无人机、远程火箭炮和巡航导弹，以及数万枚火箭弹。而对于以色列而言，黎巴嫩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庞大的火箭弹储备。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21年发布的导弹威胁项目报告显示，黎巴嫩拥有规模惊人的武器库，主要由各种地对地火箭弹和导弹组成，数量可能高达13万枚甚至更多。另外呢，不同于哈马斯手搓的卡桑系列简易火箭弹，黎巴嫩火箭弹大多是军用制式型号，有着超远的射程和命中精度。而且更让以色列担忧的是，由于此前伊朗成功的在近程弹道导弹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给黎巴嫩提供了多款型号的导弹，大幅提升了黎巴嫩的远程打击能力。就比如说，伊朗的 Fazer 110近程弹道导弹可以携带重约450公斤的高爆弹头，借由 GPS 辅助制导，能精确打击25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此外，美国动力网站还提到，黎巴嫩又可能从叙利亚获得了苏制的飞毛腿导弹，射程可以达550公里，仅弹头就重约1000公斤。虽然放到现今已经不算很先进了，但依然有着很大的威胁。不仅如此，有信息显示，除了传统的火箭弹和导弹外，黎巴嫩近几年还从外界获得了反舰导弹。动力网站称在2006年，黎巴嫩就曾在黎巴嫩海岸发射伊朗制造的努尔反舰导弹，命中了一艘以色列海军护卫舰，首次展示了对海打击能力。此外，以色列的报告还显示，黎巴嫩还通过叙利亚获得了至少12枚俄制的 P800 红宝石反舰导弹，有着2.5马赫的极限飞行速度，可以精准命中300公里外的目标。据称，未来黎巴嫩甚至可能借由该导弹打击以境内的陆上目标，凭借着极高的速度和隐形外形，将成为难以拦截的目标。基于以上种种能力，可以说黎巴嫩与哈马斯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也就不难理解以色列为何如此防备黎巴嫩了。而现今随着近期以军和黎巴嫩的不时交手，在10月17号，以色列国防军特地发布声明称，以军正在打击黎巴嫩境内目标。如此以来未来以军应对的最大敌人很可能从哈马斯变成黎巴嫩。另外，近期的伊朗在面对这次冲突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在本月15号，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总统拜登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声称哈马斯必须被彻底消灭后，虽然事后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克特拉万齐告诉俄新社，如果以色列不攻击伊朗，那么伊朗武装部队就不会参与这次冲突事件。但有信息显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话很可能无法代表伊朗的真实态度。此前以色列高级官员曾宣称，伊朗正在向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增派兵力，比如伊拉克的伊朗系民兵，他们立下配置有许多先进武器，大概率是众多的远程火箭弹、中近程弹道导弹和军用无人机等等。目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也获得了叙利亚政府官员的证实，后者告诉媒体，伊朗和立下的伊朗系武装已经开始从叙利亚东部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及该国北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区域。另外，近期其他北约国家也纷纷告诫伊朗不要介入这场冲突当中。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明确警告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不要升级或者扩大冲突。而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以色列，虽然没有对伊朗发出明确警告，但近期却一直在进行战争准备。或许以色列认为实际的行动要比语言更有威慑力。需要注意的是，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目前已经有超过16.5万以色列人从海外回国了。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回国加入了国防军，由此可见以色列的准备是有多么充分。而作为以色列最大盟友的美国，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近期也再次调整了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根据本月16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有五角大楼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国正在向以色列沿海水域派遣一支由20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同时根据多位美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让另外约2000名士兵随时准备部署到以色列，做好准备，用于帮助完成医疗和后勤支持等任务。而上述接到命令的部队其实本就处于96小时的准备部署状态，随着命令的下达，现今这一状态已经缩短到了24小时，而这些可能被部署的人员就其中包括了具备各种能力和专业的士兵。
不仅如此，近期呢，白宫强调，为了阻止第三方在以色列周围扩大冲突，美国海军再次强化了在该地区的部署。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即将抵达中东地区。另外呢，就在10月14号，根据 CNN 网站的报道，美空军已经对外宣布将向中东地区增加部署 F-15E 等战机。报道说，第494战斗机中队的 F-15E 战机已经在13号飞抵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并加强美国在该地开展空中行动的能力。不过，美国空军并未明确说明所部署战机的具体数量。此外，美国空军还宣称，数量不明的 A-10攻击机也将加入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的一个战机中队。看来，美国对这次事件呢是相当重视。最重要的是，综合美国媒体的报道，就在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外表示，美总统拜登将于18号前往以色列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届时双方会讨论美国对以色列的一系列援助事宜。而在此前呢，曾有3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已经向美国请求了总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同时呢，在10月15号，美国会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时也表示，国会已经讨论向以色列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弹药、精确制导炸弹、GDAM 套件以及众多的155毫米炮弹。而众所周知，如果未来以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必然会发生旷日持久的城市巷战，必定会耗费大量的弹药。因此呢，美国防长奥斯汀甚至在13号紧急访问以色列，并对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和安全援助进行了视察。需要注意的是，大兵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美国在以色列境内曾囤积有规模庞大的战争储备弹药库。虽然该弹药库归美军掌控，但据不确定的消息称，只要以色列方面提出申请，美国在数小时内就能走完审批流程，然后开放弹药仓库，补充以军的弹药消耗。而在此之前呢，美国曾从该弹药库抽调了约30万发155毫米炮弹，用于补充乌军的弹药亏空。由此可见，该弹药库之大，足以支撑以军长时间作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